激娃不如激自己，因为你激自己，你可以给这个家庭整个系统带来更高层次的进步。Hello， 大家好，我是叶绿绿。今天我们来聊一下鸡娃。在开始之前，我们先看两组数据。第一个是今年参加高考的人数，一共是1353万，其中复读生是415万，这两个数字都创了历年来的新高。但是今年高校本科录取人数大概是450万左右，也就是说，其中一大半人参加完高考只能读专科。另外一组数据来自四川华西医院的精神科医生彭祖贵，他在微博上说，成都一所中学一个班级54名学生，18位患有抑郁症，其中有5位是重度抑郁。以上两组数据，一个是鸡娃的原因，一个是鸡娃的结果。站在2024年的今天，我们不禁又要发问：鸡娃真的还管用吗？我的回答是没有什么用了，因为从数据来看，鸡娃的代价远远大于鸡娃的回报。中国人经常说虎父无犬子，3岁看到老，诸如此类的话，意思是说一个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深受父母的影响和熏陶。事实上，这个民间的理论在近年来的科学研究当中也得到了印证。科学家认为，一个人受教育的上限深受他遗传基因的影响，这种影响甚至比他成长的环境以及受教育的环境还要大。也就是说，父母如果是学霸，孩子有可能也是学霸；反之，父母如果是学渣，那孩子肯定学习也好不到哪儿去。这项研究我不知道对不对，如果我回想我的学生时期，好像确实是这样子的。比如说我的同班同学有哥哥姐姐的，他学习好的情况下，他哥哥姐姐确实也学习好。另外一个反例就是我有一个双胞胎的同学，从小就跟我在一个班，两个人确实学习都不好。当然，这个基因遗传的研究不光只是在受教育的这个层面，它还有其他的一些应用，比如说预测一个人在一生当中不同的年龄段大概会得什么样的病，也可以通过基因序列的信息去干预、去预防。可能有的父母听了这个话有点不高兴，我的孩子就不能逆袭吗？他就不能通过自己的后天努力弥补他的基因缺陷吗？我想说，每一个父母肯定都是爱孩子的，希望孩子能够跨凤成龙，有朝一日可以金榜题名，这是一个美好的愿望。但这就有点像自己的毛巾发黑发霉都还在用，反而觉得别人的毛巾不干净。其实我想说，就算一个孩子受教育的上限被他的基因所锁死了，但是他在其他方面依然可以发挥自己的特长。我也不太相信基因可以给每一个人都下一个命定的结论，毕竟我认为人可以成为任何自己想成为的人，只是我们的命运各有不同而已。但事与愿违的是，我们在生活当中看到很多鸡娃的例子，都是逼迫孩子去做自己做不来的事情。比如很多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就有注意力不集中或者阅读障碍这种困难，但是父母对此全然不知，他们只会认为孩子不努力不刻苦，坐在桌子面前1个小时了就写了1行字，这还不是磨洋工吗？但是我想说，这些父母是不是忽略了一些事情？也许他的孩子在运动上在绘画上有极高的天赋，只是他没有发现而已。我的同龄作家陈春成有一篇小说叫《夜晚的潜水艇》，里面就描写了这样一位画家，从小就有注意力不集中，就有阅读障碍，看到这些字儿会慢慢的变成画，变成蝌蚪，在这个画里面去游，去爬山，去干嘛，就是非常有想象力的一个童年。但是这个人在后来受教育的过程当中不断的被规训，他的这种想象力也慢慢的消失了，他只记得自己小时候的想象力停留在一片蔚蓝的深海里。最为悲壮的是，这位画家在他成名之后的数十年生涯里，一直都在重复这片蔚蓝的海洋，但他再也没有找回过那个充满想象力的自己。你看，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充满着无限的可能性，但是这种可能性在我们的学生时代不断的被规训，不断的在被磨灭，到了后来终于大家都成了平庸的自己。其实我也跟我身边做家长的父母聊过天，说句实话，他们都是被迫鸡娃，不是说鸡了娃就能考上名校就能变好，只是说他能保持住现在的这个位置，不要再往下退了。可是这种鲤鱼跃龙门，永远在龙门的鸡娃方式，势必要付出极其惨痛的身心代价，也可能导致孩子终身都无法感受到幸福。第二个不鸡娃的原因，文凭红利消失。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父母都给我们灌输，只有读书你才能在这个社会上占有一席之地，你才能在写字楼里面当白领，否则面朝黄土背朝天，要么进城去搬砖。我们父辈那一代人在80年代上大学，就算只考一个师范，在近些年也能在县教育局里面混个官当当。但是自从1999年高校扩招以来，这个神话就不断的在被打破。99年之前上大学的人包分配包分房，也就是说你所有的关于生计关于生存的问题，只要考上大学，社会全能帮你解决。可是99年之后，大学毕业生逐年增加，社会上拥有大学学历的
劳动人口越来越多，而优秀一点的企业对于人才文凭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从国家层面来说，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越来越多，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当然是一个好事情。但是这仅适用于经济上行或者经济平缓发展的这个过程当中，受高等教育人数越来越多的情况下，整个社会的进步步伐会不断的加速。只要遇上周期下行或者一个时代的结束，这种接受高等教育人群增加的路径就会形成一种文凭通胀的社会现象。所以我们经常会看到特别奇葩的新闻，就是说一个岗位本来只招本科生就够了，但是后来因为面试的硕士生和博士生过于多，所以所有的本科生都失去了这个岗位。用人单位也在想呀，我们既然能招到博士生和硕士生，我们为什么要用本科生呢？比如说2024年的一季度，根据 Boss 直聘的统计，新增了4900万个求职者。同样是一季度，深圳写字楼空置率超过30%。另外还有中年人失业跑滴滴，青年人失业送外卖，生生把这两个行业干成了知识密集型行业。从这些数据和例子可以看得出，内卷到极致的现象其实折射出的就是整个社会无法再创造增量价值了。这有点像我前2天做的狼性文化的节目，当我们不再创造增量价值的时候，剩下的只有零和博弈，我多了你得少，你多了我得少，所有人都在尽可能的攫取更多资源，确保自身安全。那么翻过头来想，在这个成年人都颤颤巍巍自顾不暇的时代，如果再去鸡娃的话，给整个家庭带来的只有焦虑和抑郁。事实上在这几年的新闻里面，被鸡娃搞得焦虑抑郁甚至跳楼自杀的孩子不在少数。回想前面我们讲的中学生抑郁症的数据，再看这个文凭通胀又内卷到极致的时代，鸡娃鸡到最后的结果大概率是成才成不了，成人也做不到。但是以今年的就业情况以及青年人失业率来看，这1000万的学生大概率是毕业即失业。这让我想起2年前我跟一个发小去吃饭，他目前就职于国内一家比较著名的大厂，从小学习就比较好，大学毕业之后又紧接着读了一个硕士学位。据他所说，当年他以硕士学位进这家企业，于是他就吃到了一点学历的红利。如果说再晚2年的话，那这个岗位可能只招收博士生了，他就只能靠边站。我们俩小时候都属于那种生活在比较重视教育的城市，在聊天的过程当中都聊起过父母小时候对于我们那种认知上的熏陶。我们的父母基本上都是在90年代中期下海经商，在我们成长的这个过程里面，所有的家庭收入，所有的资源其实都是向我们小孩子来倾斜的。不管是学校买什么课本啊，要参加什么郊游啊、夏令营啊，基本上都会给足我们钱让我们去，顺理成章的成为了鸡娃一代。但是后来据他跟我说，他在上大学的时候，甚至是高中最后1年在重点班的时候，以他的成绩是有机会可以申请到全额奖学金去留学的。后来碍于他父母没有这样子的门路，也没有这样子的见识和眼界吧，所以直到他进了大厂去跟同事们一起工作的时候，才从别人嘴里面听说了，原来人家17、18岁的时候，或者16、17岁的时候，已经在父母的建议之下要去读一个国外的学校，会去到更大的一片天地，长见识、长知识。我从他的话里面大概可以听出来，他对于那些有过留学经历的同事，就好比我在他面前的那种自愧不如。假如我们的父母当年有更多的资源倾斜到他们的生产资料上，以及他们的见识和眼光上，那对于我们现在的生活来说是要轻松自如很多的。假设他的父母当初是有这个眼界和眼光，可以帮孩子申请到全额奖学金，把他送到海外去留学，那么不管是留下还是回来再进大厂，肯定比他现在这个处境要更高一个等级。如果把我们俩作为鸡娃一代的经验转嫁到现在这些做家长的父母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家庭的生产资料和父母所拥有的那种见识和认知，对于一个孩子的未来是至关重要的。换句话说，培养一个孩子或者把一个家庭带到更高的阶级，需要好几代人的努力，每一代人的努力其实都是上一个台阶，保证这个台阶我们能稳固住，然后下一代人再上一个台阶。可是我们现在这种鸡娃的逻辑就是上一代人站上了这个台阶，通过自己的努力不断爬，然后他不拥有任何的生产资料，他的眼界依然是短浅的，那么下一代在成长起来的时候，爬上台阶的那一代父母就会产生一种路径依赖，你就像爸爸妈妈一样努力去跑赢别人，去考班级第一，考全年级第一，你再爬到这个台阶上。也就是说，我们看这个过程，如果父母的资源积累以及他的眼界不拓宽的话，每一代人其实都是从零开始的一个状态。说实话，我跟我发小聊天的时候，我们羡慕的并不是人家的留学经
弟，他们家里有一代人通过自己的眼光和见识以及资源的积累，给好几代人都带来了一种精神上或者阶级上的那种松弛感，他们不必再为下一代的教育从零开始而烦恼。但是我跟我的发小依然要面对我们的子女从零开始的这个境遇，毕竟现在的现实情况就摆在眼前，普通的本科文凭拿出去还不如一个工地上的农民工的简历值钱。不过话说回来，这种本科学历蓝领化，就算有资源、有眼界、有见识，大概率也是逃不脱的。那么有人会问，既然家庭的资源和见识这么重要，是不是孩子有了这些就不用努力了？我想说也不是的，毕竟在哪一个时代，要想实现个人价值，人都是要努力的。就好像你想读懂人生这本书的时候，首先你得认字儿，培养孩子也是一样的道理。父母给孩子既定的战略，但是孩子要想找到自己的方向和轨道，依然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智慧去完成。不是说这中间孩子什么都不用做了，我们这2年反抗努力就能获得成功，反抗的实际上是一种囚徒困境，而不是朴素价值观当中所包含的那种努力和奋斗。我们这代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一直都在追求自由意志啊、个人价值的实现啊等等这些东西，但是过了30岁，越来越发现人和人之间的竞争实际上是一种系统性的竞争，它包含了双方资源的对垒以及双方调动资源能力的竞争。如果把这种竞争置换到家庭层面的话，那在家庭这个系统当中，2个成年人显然是系统的核心力量，孩子反而是这个系统的末端，没那么重要。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分析，再加上我们前面所说的一个家庭要掌握的认知以及生产资料这2件事情来说，我们要把更多的资源倾斜到我们成年人自己身上。换句话说，鸡娃不如鸡自己，因为你鸡自己，你可以给这个家庭整个系统带来更高层次的进步，但是你去鸡娃而放弃了自己的成长，显然是一种舍本逐末的买卖。把鸡娃变作鸡自己，鸡自己要怎么鸡呢？2条路。第一个呢，就是提高自己的眼界和见识，并且以家庭为单位，用自己理性智慧的目光去规划你们整个家庭未来的发展方向。第二呢，就是为整个家庭去积累生产资料，同时也提高自己的能力。如果这2个努力你都做不到的情况下，那你的孩子大概率是要从零开始了。其实在这种你不激自己去激娃的情况下，你激娃并不是为了娃好，因为你激他从零开始跟别人的整个系统去对抗，别人的那个系统也许积累了1代人、2代人，甚至是3代人。那你想想你的孩子，他在这个人与人之间竞争的这个关系里面，他有赢面吗？显然是没有赢面的。其实我在之前的节目里面不断的有提过，说中国的大部分父母从生完孩子那一刻起，其实就是放弃了自己的人生。说句不好听的，激娃这种行为背后所潜藏的深层逻辑，实际上就是成年人对自身境遇的不满以及对自身能力的怀疑。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激娃的话题，看似娃是核心，但实际上是我们如果要选择为人父母的情况下，如何去对待这个身份，如何把我们未来的家庭带到一个更高的或者说更安稳的境遇去。最后祝愿每一位被激的父母和孩子，希望大家都能保留最初的那份想象力，你可以成为任何你想成为的人，感受它，唤醒它，然后去体验，去创造。